作为身体的能量来源，糖怎么就成了众矢之的？年轻人开始控糖戒糖，奶茶只喝少少甜，咖啡必须冰美式，那玩意儿比我命都苦啊！Nature 杂志甚至公开指出，糖的成瘾性和危害性几乎跟酒精、烟草一毛一样。这些到底是客观真相，还是危言耸听，又或是自己吓自己？Hello， 宝子们，我是星河。今天咱们聊聊糖为人体提供能量的同时，又犯了哪些不可饶恕的错误。每天吃160克，也就是40勺糖，坚持60天，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？你是不是觉得太多了？咱们换算一下，一碗米饭含糖52克，一个汉堡49克，一罐可乐35克。所以像我这种一顿饭吃仨馒头的，其实每天都会超标。在一部纪录片里，有个小伙就体验了一把，结果只过了12天，他的体重就增加了6斤，内脏也囤积了大量脂肪。而到了第18天，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肝细胞正逐渐损坏死亡，也就是已经有了脂肪肝的迹象。糖的毒性有这么大吗？别急，我们来看看糖进入人体后发生了什么。你吃完一个甜甜圈，里面的碳水会被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，葡萄糖可以直接被身体吸收利用，果糖就麻烦一些，咱们后面再说。葡萄糖进入血液后，血糖升高。根据人们现在的饮食习惯，这个血糖峰值3、4楼那么高了，远远超过身体需要的量。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，它会把一种危险的小分子释放出来。这家伙除了好事儿，什么事都干，攻击正常细胞，诱导基因突变，让身体处于氧化应激状态。人话表达就是可能导致认知功能下降、一般性衰老、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是喝酒，大脑会通过头疼、恶心等生理反应提醒你这玩意儿有毒，但现在它也在糖的快感刺激下，跟个傻叉一样告诉你真好吃，再多来点。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考验身体本能了。胰岛素需要尽快把多余的葡萄糖转移到其他地方，以防我们被糖衣炮弹干死。有3个仓库可以选择，第一个是肝脏，能存储100克，相当于2份薯条的葡萄糖含量；第二个是肌肉，能存储8份薯条。可惜跟我们每天吃的比起来，这俩还是不够用，需要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你坐在沙发上不用动也会自动生长的地方。脂肪的好处是让你看上去富态可爱，坏处是可能会堵塞血管、动脉硬化、脂肪肝、心脏病等等。还有个有意思的点，身体里有一种激素叫做瘦素，它会提醒你已经饱了，但胰岛素水平过高会阻断瘦素的信号，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叫做胃促生长素的激素，它刚好相反，让你觉得没吃饱。结果就是当你吃了大量的含糖食物，胰岛素飙升降低血糖，胃促生长素让你感觉还饿，你就继续吃，胰岛素再次飙升，到头来吃的越来越多，体重越来越高，饿得越来越快，简直是个死循环。既然糖有害，为什么人们还是对它欲罢不能呢？就好像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属性一样。2007年，法国波尔多大学的科学家做了个实验，他们让小鼠自由选择杠杆，波动 S 杆得到糖水，波动 C 杆得到0.25毫克的可卡因。15天后，94%的小鼠都选择 S 杆，所以糖真的有成瘾性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。当你喝下第一口奶茶，舌头上的甜味受体能在0.5秒内把信号传递给大脑，然后大脑里的一种神经递质会被释放出来。虽然只有0.0005%的脑细胞能够产生多巴胺，但足够了。在快感驱使下，你会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另外，大脑是有耐受性的，重复同样的刺激，多巴胺和多巴胺受体都会减少，这叫做脱敏反应。所以一样的甜食，你也觉得没有之前那么好吃了，于是你不得不吃更多更甜的食物。这个过程就是成瘾。而且商家为了让人们对甜食产生依赖性，会在食品里加入大量的精制糖，这些糖甜味受体更多，刺激程度更高，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。美国循环杂志上有一篇报告，分析了全球51个国家1980年到2010年之间与饮食有关的调查，结果含糖饮料导致约13.3万人死于糖尿病，4.5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，6450人死于癌症。不过，如果你以为商家只是在食品里添加精制糖，那就太低估他们了。事实上，早在20世纪初，资本就已经利用更阴暗的手段来掩盖糖的危害了。二战后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美国人肥胖和得心脏病的人越来越多。1955年，艾森豪威尔总统因心脏病去世，让人们对健康的关注达到顶峰。大家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让心脏病比摇滚乐还流行？当时科学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，一边认为是脂肪引起的，另外一边认为是糖引起的。最开始，糖派占优势。他们拿出了很多有力证据，证明是糖导致了健康问题。这个结论一旦成立，会给制糖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，所以他们早有准备。1943年，
糖业协会给流行病学家安塞尔·凯斯一笔资金，让他研究人体新陈代谢。在进行了一个横跨22个国家的世界性研究后，他绘制出了这样一个关系图：纵轴是每10万人中死于心脏病的人数，横轴是各国饮食中脂肪的占比。本身两个数据没有关系，但拿钱办事这个道理，凯斯教授还是懂的。于是他从22个国家中挑选了7个最符合结论的，用来证明饮食中脂肪越多，死亡人数越多。有了这个，金主爸爸开始疯狂围剿那些糖败科学家，一时间所有人都被洗脑，连美国公共卫生部也发表声明，鼓励人们少吃脂肪。可是去掉脂肪后，食物口感会下降，怎么办呢？再加点糖。于是商店里出现了大量所谓的健康食品，脂肪低，含糖高，价格贵，制糖业又趁此捞了一笔。现在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开始控糖戒糖。不过商家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们真的是无孔不入，零糖饮料、轻食餐厅这些还能接受，但一些做化妆品、保健品的也开始主打抗糖概念，急得央视下场辟谣，那些所谓的抗糖产品并没有科学依据。其实你要真担心每天摄入的糖太多了，可能诱发各类健康隐患，可以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些症状：吃得多、饿得快、体重减少、多饮多尿、经常长痘、身材走样、容易犯困、肠胃不舒服。如果占了2-3个，就很有可能是糖在身体里捣乱，身体的糖代谢调节机制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。这种情况下，你就得看看血糖正不正常了，因为血糖波动是糖代谢情况的直接体现，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身体各器官与系统的正常运转，所以监测血糖真的是相当关键。你是不是以为戒糖就是不吃任何碳水？且不说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啊，我赌5块钱你绝对做不到，因为这些还有这些全是碳水。别担心，其实糖的问题并不在糖本身，而是血糖峰值的问题。峰值过高才有自由基、胰岛素等一系列连锁反应。所以控糖本质上是控制血糖峰值，让它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平稳波动。1. 减少精制糖的摄入。以前没有加工食品的时候，人们都是在植物中获取糖分的。有个神奇的点是，在植物中有糖的地方就有纤维，一来它能减缓人体吸收葡萄糖的速度，让血糖变化不至于太快；二来纤维是有饱腹感的，这样你也能控制自己的食量的。举个例子啊，平常你吃2个苹果就饱了，因为苹果里有大量的纤维，但如果你把它打成果汁，里面的纤维就被破坏了，这样你一次就能喝掉4个苹果。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商家都会贴心的帮我们把食物里的纤维去掉，我们感觉不到饱才会吃得更多，他们也就赚得更多。另外，商家还会在食品里加入大量的精制糖，这些糖分分解完会产生大量的果糖。一方面，它只能存储在脂肪里，让你变胖；另一方面，它比葡萄糖更容易引起身体的氧化应激反应，危害更大。而且目前所有的血糖仪都只能检测葡萄糖的血糖浓度，检测不到果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吃完含有精制糖的食品之后，出现血糖峰值的同时，还有果糖峰值隐藏在阴暗的角落。所以，如果2种食物的含糖量一样，尽量选择只能分解出葡萄糖的淀粉类食物，不要选择含有精制糖的，比如含糖饮料、烘焙类甜品、麦片类主食、含乳糖制品这些。2. 改变进食顺序。如果你就是管不住嘴，就想吃，别着急啊。第2个方法简单很多，改变进食顺序。先吃植物纤维、蛋白质、脂肪类食物，再吃淀粉类和糖类食物。比如餐盘里有意大利面和西兰花，你就可以先吃西兰花，再吃意大利面，因为意大利面是淀粉，直接吃的话吸收速度很快，血糖飙升的也快。而如果先吃西兰花，胃没办法消化纤维，小肠也没办法消化纤维，有它挡在前面，就相当于是交通堵塞，整体的消化速度就会慢很多，血糖曲线也就更加平缓。这个效果有多明显呢？康奈尔大学在2015年发表过论文，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吃，不仅可以让自己的葡萄糖峰值下降73%，还能让胰岛素的峰值下降48%。如果哪天你实在忍不住，就是想吃点甜的，那就当成饭后甜点来吃。这有2个好处，一个是饭后为了处理我们刚吃下的食物，身体机能会集中在消化系统上，这个时候吃糖等于是一起处理了，而过几个小时，身体已经开始执行清理任务了。比如下午茶的时候，你来杯奶茶，那身体必须重新启动消化系统，就会影响清理工作。另外一个就是第2条提到的，我们吃的饭里一般会有纤维和蛋白类食物，它们能起到很好的延迟缓冲作用，这样葡萄糖峰值相对较小，对身体的危害也较小。比较流行的16+8轻断食就是这个道理，吃东西集中在8个小时之内，剩余的16个小时让身体更好的进行清理工作。如果比较饿的话，身体的脂肪也会被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来提供能量。3. 饭前吃点醋。吃饭前如果在一杯水里加1小勺醋，然后喝掉，饭后的血糖曲线同样会变得平稳。
食素里的醋酸能暂时抑制阿尔法淀粉酶的活性，糖和淀粉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就会变慢，葡萄糖曲线也会变得更加缓和。另外，醋酸进入血液后会渗透到我们的肌肉里，能促进肌肉吸收葡萄糖，又是抑制在体内释放的速度，又是加快肌肉吸收的速度，一来二去，体内流动的葡萄糖就会变少，葡萄糖峰值自然也会降低。对了，如果跟第二条先吃植物纤维的方法结合到一块儿，我觉得饭前吃个拍黄瓜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看，好像不太难，对吧？只需要控制吃的量、吃的顺序和吃的时间，就能让身体的血糖趋于平稳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不会对平常的饮食造成太大的影响，也就不会减少我们从糖获取到的快乐。毕竟生活在当下，在不影响健康的前提下，来点糖也算是生命里纯粹的甜。